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手机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但是手机呢，掉下去特别容易受到损伤，或者是摔坏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拿到手机店去维修，就会花费一笔不少的费用。因此，为了保护手机，很多朋友都会在手机上面带上一层这样的保护壳，用于达到保护手机的作用。但是我们经常使用这种透明手机壳的朋友都知道，这种的手机壳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上面就会变得特别的黄，看起来非常的旧，就像很脏一样。这个时候吧，扔了又觉得可惜，不扔了看着又不好看。其实我们要想把这个手机壳清洗干净也是非常简单的，这个方法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的，大家都说这样清洗手机壳特别的有效果。那么正好我的手机壳现在也非常的脏了，不妨就试一下网上说的这种做法，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呢？下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，看一下我们的手机壳是否能真的焕然一新，变得就像新的一样呢？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盆子，接着往里面加入5公分长的牙膏。牙膏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一种生活用品，每天我们都会用到，主要用于保护我们的牙齿。它呢具有一定的摩擦力和增白的作用。我们在这里用到的牙膏呢，最好是选择白色的牙膏。接着再准备一包小苏打。小苏打我们平时主要用来做一些面制品。其实小苏打还具有很好的洁污、清洁能力，可以用来清洗家里面的一些家电，或者是塑料外壳等，效果都非常的不错。现在我们往里面加入适量的小苏打，接下来再准备一瓶白醋。白醋呢，也是我们厨房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调味品。随着白醋加进来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盆子里面出现了许多的这种泡沫状。其实这是小苏打和白醋发生了化学反应，白醋具有很好的软化作用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往里面加入少许60度左右的热水，然后用筷子搅拌，让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。小苏打具有很强的清洁作用，可以有效的清除手机壳上面的一些黄渍，让手机壳焕然一新。而我们每天使用的牙膏也具有很好的清洁能力，牙膏里面还含有一些增白剂的成分，能够使擦拭过的手机逐渐变白。白醋可以软化手机壳上面的顽固污渍和一些黄渍，而我们把这几样东西充分的混合在一起使用，就能够更好的起到清洁的作用。把里面的液体以及牙膏搅拌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将手机壳放入到液体里面，浸泡起来，要让整个手机壳完全的浸泡在我们调制的这个清洁液里面。我们把手机壳浸泡在里面的时间越长，那么清洗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。一般情况下，要让手机壳在这个液体里面浸泡20到3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现在将浸泡好的手机壳取出来，然后再往上面挤入适量的牙膏。因为牙膏里面不仅含有一些增白剂的成分，而且它还含有一定的摩擦力，这样我们挤上牙膏，再来刷洗这个手机壳呢，就会更加的方便。在刷洗的过程中，一定不要放过每一个地方，边边角角的地方都要刷洗到哦，不管是手机壳的正面还是反面，和一些角落的地方，我们都要清洗到。如果是黄渍比较重的地方，就多刷几遍。手机壳上面的牙膏刷洗至完全融化后，我们再将手机壳放到之前的这个液体里面，再来进行刷拭。
刷洗干净后，我们现在将它放到流动清水下面，进行反复的冲洗，将上面的脏东西以及泡沫冲洗干净。冲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手机壳确实是变干净、变透亮了许多，但是也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么厉害，变得洁净如新。我们不难发现，生活中我们容易发黄的手机壳都是透明的，这类手机壳中含有硫化物，而空气则会加速其氧化过程，所以即使这种的手机壳我们不经常使用，透明的手机壳依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黄现象。不仅如此，这种手机壳变黄的原因，环宇光照和我们手上的汗液都有关系，基本是洗不白的。而像我们调制的这种液体，虽然具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但是要把我们的手机壳上面的黄渍完全去掉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只能说将上面的黄渍淡化掉一些。但是呢，像这种的手机壳上面的脏东西，我们就可以清楚的洗得非常的干净了。因此，通过我们的实验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像网上面说的这种让变黄的手机壳清洗之后焕然一新，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。当然，对于去掉手机壳上面一部分的黄渍，还是有一点效果的。而说的让我们的手机壳变得焕然一新，像新买的一样透亮无比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当我们的手机壳变得发黄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只能换一个新的了。今天呢，就主要给大家试了一下网上面所说的让咱们发黄的手机壳恢复如新，变得就像新的手机壳一样的这个小方法，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。事实证明，并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么神奇。想要让手机壳发黄的速度减慢，那么我们在用这种透明手机壳的时候，就要注意平时多多保养，用水清洗的时间要比较频繁，这样呢，才让我们的透明手机壳用的时间更久。对于手机壳去黄，你还有其他什么更好的方法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